它是史上最大的鲨鱼伤人事件，它是二战美国海军最大的灾难，它是二战美国最悲情的战舰，它就是印第安纳波利斯号沉没事件。做视频不易，求观众老爷们点个赞，小编跪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同于德国狼群神出鬼没的海中游曳，以大舰巨炮著称的日本海军，虽然也有着一批不容小觑的潜艇部队，但相较于德国狼群战术的巨大战果，日本的潜艇部队实在是差点意思。但这并不代表日本的潜艇在二战期间没有一点作用。比如在二战期间，日本海军曾经派遣潜艇部队穿越大半个地球，运输了战略物资和相关的技术资料，到达远在欧洲的德国境内，在两个轴心国之间架起一座超远距离的运输通道。除此之外，在当时的太平洋战场上，日本的潜艇作战也还是取得过不少战绩的。最著名的就是在二战即将结束时，美国海军一艘军重型巡洋舰意外地被一艘日本潜艇击沉，不仅有900名美军官兵死亡，还被称为二战期间美国海军最大的一次灾难。美国海军印第安纳波利斯号是在二战太平洋战场上最著名的几次战役均有参战，称得上是一艘功勋卓著、战绩显赫的军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是美国海军波特兰级巡洋舰的2号舰，该舰于1931年11月7号下水，标准排水量1万余吨，输出功率107000马力，最大航速达32.5节，续航里程1万海里。在武器装备方面，该舰主要装备了3座3连装203毫米主炮，8门127毫米副炮，另外配备了4架舰载飞机。该舰在1932年正式进入到美国海军开始服役。1934年，这艘军舰因将美国总统罗斯福安全送抵南美洲，被罗斯福总统赞为美国国舰，成为美国海军的骄傲。这艘军舰也曾是美国海军5星上将雷蒙德·斯普鲁恩斯的旗舰，率领美军第5舰队在太平洋战场中数次与日军作战，但在硫磺岛战役时不幸被日军炮火击中，船体严重受损，被迫返回美国进行维修。但就是这艘即将在二战结束后荣誉傍身的功勋战舰，却落了个凄惨的结局。1945年7月16号大修完成的美国海军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巡洋舰奉命从旧金山出发，但船上的1000余名官兵不知道的是，他们所担负的重要任务和即将到来的噩梦般的遭遇。这艘巡洋舰的任务就是运送一件重要物品，即装在一个重铅气缸内的铀235，这是即将在投放日本的2颗原子弹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该舰顺利地把物品运送到了太平洋的提尼安岛美军基地。在完成任务之后，该舰便向菲律宾群岛出发，接受新的任务。但在出发之前，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的舰长查尔斯·巴特勒·麦克沃伊认为自己的巡洋舰一没有护卫船只，二没有声呐探索装置，一旦遭遇日本潜艇，危险系数过大，便向上级提出了这些问题，但是并未受到重视，该舰只得踏上这趟危险之旅。令人意想不到的是，7月29号夜晚，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真的遭遇了一艘日本158号潜艇。158号潜艇随即向这艘巡洋舰发射了6枚鱼雷，在这6枚鱼雷中，有2枚击中了美军军舰，1枚击中巡洋舰的舰首，1枚击中巡洋舰的弹药库。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随即燃起了熊熊大火，在海面上仅仅支撑了15分钟就沉入了大海。舰上的1196名美军船员有大约900人死里逃生。海面上零零散散分布着几群拥挤在一起的官兵，他们全部聚集在一起，紧紧地握着手里的绳子，以免被海浪冲走。这些幸存的船员们刚开始都比较镇定，因为所有人都认为只要坚持到天亮，他们就会获救。但成功发出救援信号的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由于事情太过突然，并且基地方面并没有收到相关信息，死里逃生的船员们就这样被遗忘在了茫茫大海之上。更加不幸的是，鲨鱼来了。在先前的爆炸中已经造成了超过300人丧生，而这片海域还是鲨鱼的聚集地。牺牲者的身体吸引来了大量的鲨鱼，它们开始在海上撕咬起来。据生还者回忆，每天大约有上百人葬身鲨鱼之口，而且入夜之后气温急剧下降，有不少幸存者更是因为失温而死亡，整个海域犹如一个修罗地狱。还有幸存者曾回忆，有好几次鲨鱼用鼻子戳我的救生衣，
我回过头去，于是我们四目相对。想死比想活着容易多了，活着需要拼命维持，想死只要放松就可以做到。科学家曾说过，鲨鱼一般不会吃活着的人，但实际上因鲨鱼袭击而丧生的人不计其数。除了这些表面上的危险，饥饿与干渴也是对人的生存考验和极大煎熬。周围都是不能饮用的盐水，美军官兵眼看周围都是水，却没人敢去喝，因为一旦喝下高盐度的海水，再加上烈日的暴晒，死亡只会更早一步到来。就这样，在海上持续漂泊了4天的船员们，不仅要在极度恶劣的生存环境中苦苦坚持，更要一步步激发自己顽强的生存意志。8月2号，一架美军的 PV-1型巡逻机在执行巡逻任务时，终于发现了幸存者，随后立刻向基地发出求救信号。美国海军这才得知这一消息，随即开展救援行动。大量驱逐舰和美军水上飞机纷纷赶赴目标海域，开展救援工作。最终，1196名舰员中，包括舰长麦克维，仅有317人获救。近900名船员就这样随着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的使命和秘密葬身大海。印第安纳波利斯号沉没事件使得1196名该舰军人最终只存活了317人。这起事件由此成为了美国海军历史上单次事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至今也仍是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鲨鱼袭击事件。而在随后的事故调查中，美国海军认为印第安纳波利斯号船长查尔斯·麦克维要对这起灾难负主要责任，原因是查尔斯·麦克维没有指挥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采用之字航路航行，这才导致军舰置于危险境地。1945年12月，麦克维作为2战美国海军中唯一一位因损失战舰而被送上军事法庭的舰长，被军事法庭判处有罪。这个有罪判决也成为了他在军事生涯上的污点。最终，他在1949年以海军准将身份退休，并且在10几年后因为巨大的精神压力开枪自杀。2000年，在经过多方调查取证后，克林顿总统和美国国会终于正式宣布麦克维无罪。然而，这对于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的舰长来说，官方的恢复名誉时间太过漫长了。不过，令人惋惜的是，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号沉没1周之后，一架搭载了小男孩的美军轰炸机在日本广岛上空投下了这枚尽快结束2战进程的武器。2天后，另一个胖子在长崎被投下。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号沉没2周后，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印第安纳波利斯号这个即将在战争结束后荣誉傍身的英雄，却再也听不到胜利的号角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加评论，我们下期再见。